您第一眼看到30F2，大概会脱口而出一句：“这不就是日本版的 F16吗？”嘿，别急着下结论啊，它确实长得像，但那只是个壳子，骨子里却是另一回事儿。F2不是山寨，而是在进化。就像有人拿着一把瑞士军刀，在不改变外形的前提下，把刀身换成高强度碳纤维，里边塞进更精密的弹簧，甚至顺手加了个卫星信号接收器，从此原本的野营刀变成了战略装备。F2 就是这种隐性狠货。首先说体格 ，F2 的机翼面积比 F16 足足大了1/4，这不是小调整，而是彻头彻尾的重构。为什么要加大？为了更强的升力、更大的燃油空间、更高的挂载灵活性。它不是为了飞得像 F16，而是为了干得比 F16多。再看材料 ，F2 用了大量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，这在90年代是非常超前的设计。别忘了。这可是比 F22 还早几年用上隐身减重组合拳的狠角色。有人说啊，它的雷达反射面积从 F16 的5直接降到 1.5， 虽然谈不上真正隐身，但在非隐身机里绝对是轻身术高手。然后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它是全球第一款部署 AESA 雷达的作战战斗机。对，就是那种现在连 F35 都离不开的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。早在2000年 F2 就装备了由三菱电机开发的GAPG1， 这玩意儿能一口气盯几十个目标，速度快，延迟低，干扰还难打断。你以为雷达早熟，其实是日本雷达技术偷偷领先了一步。所以别再说 F2 只是 F16 的东亚复刻版了。你拿 F16 的设计蓝本给日本人，他们偏不照着画，而是直接重新开模，重塑内核，搞出了个属于自己的高配升级版。说白了，这不是复制，是逆向压制。要我说，如果 F16 是大众跑车，那 F2 就是加装航空级涡轮、全碳车壳，还配了空战 AI 导航系统的限量超跑，外形壮脸，性能内核早已脱轨。你以为 F2 是日本乐意跟美国合作开发的，其实呀，背后的真相远比技术合作来得复杂。说白了，不是日本不想自己搞，而是美国不让你搞。1980年代，日本航空工业摩拳擦掌，打算搞个大动作。他们提出了 FSX 计划，目标是打造一款完全自主研发、比肩欧美标准的新一代战斗机。梦想蓝图画得很大，双引擎、压抑布局、双垂尾，完全国产，技术含量直冲云霄。听起来是不是像后来的 F3 雏形？对，但那个年代日本就已经开始想干了。可惜计划刚起步，就撞上了老大哥的天花板。美国一看急了，你日本不是刚靠我打赢了冷战前线，现在居然想自己搞5代机？这要是让你搞成了，谁还买我的 F16、F15？ 所以美国动用了政治杠杆，直接对日本施压，不准你独立开发，要搞就得在我的战机基础上改。那时候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摆在那儿，日本也没太多谈判空间，最后只能点头。那改 F16行不行？于是 FSX 就从全自研国产机变成了 F16 Block 40魔改计划，美其名曰联合开发，实则美方想借机限制日本技术崛起，防止这个小弟儿日后技术独立。更现实的是，美国还把一堆技术限制写进合同，哪些零件不能全国产，哪些技术必须美方审核，连雷达都不准超 F16太多。你就说这像合作吗？更像是在看景点。不过日本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们知道只要留下平台，哪怕骨架是美式，里边也能一点点换成自己人。于是他们偷偷在雷达、航电、结构材料等领域动了手脚。雷达是自己做的，复合材料自己开发，航电自己改进，甚至在发动机上也跟 IHI 公司合作，把通用电气的 F110升级成独立型号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美国给了一辆空壳车框架，结果日本硬是把发动机、电路、悬吊甚至座椅安全都换成了自家产的。所以说 F2 的诞生是在美方政治压制下，靠日本工程师见缝插针拼出来的技术奇迹。它不是典型的联合开发，更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技术较劲儿，表面合作，暗地较量。美国想按住日本，日本却趁机练兵。也正因为如此， F2 从来就不是简单的 F16 升级版，而是一个被政治压力压弯但没压垮的技术反弹。你第一眼看 F2 就容易说出一句，这不就是个 F16 变种吗？外形上确实有点像，单引擎、气泡座舱、进气口位置也差不多，甚至尾部那种流畅的线条都能让人联想到 F16 的身形。但别被这熟悉的皮囊骗了， F2 真正的狠招全藏在了内功里。首先是翼展，你可能不知道 F2 的翼展比 F16 整整大了 25%， 不仅面积更大，
结构也更坚固。为什么要这么搞？为了更好的载荷、更稳的飞行特性、更大的燃油容量。这种设计让 F-22 在飞远、飞久、带货这几项上都拉开了档次，简直是战斗机里的搬运界劳模。而支撑这块大翅膀的不是钢铁，而是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。日本在材料科学上向来低调但强悍， F-22 直接用上了当年最先进的复合材料技术，机体大量部件非金属化，不止减轻重量，还降低了雷达反射，也就是更难被敌人雷达发现。当 F-16 的 RCS 大概是50， F-22 据称能够做到 1.5， 虽然比不上隐身机，但在3代机中已属半隐身选手。再来看雷达系统， F-22 可是全球第一架量产部署 AESA 雷达的战机，这个第一甚至比 F-22 还早。它的 GAPG-1 雷达由三菱电气全程打造，当时在探测深度、目标跟踪数量、抗干扰能力上已经远超同类，甚至一度连美军内部都想引进技术。别忘了，那可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产物，比现在的很多3代半战机还先进。而 F-22 的雷达后来还升级为了 GAPG-2 型，采用氮化镓技术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简单说，功率更大，发热更小，效率更高，还能做电子战，追踪导弹轨迹，实现导弹上链都不在话下。再说座椅系统， F-22 搭载了数字化玻璃座舱，配备多功能显示器和广角 HUD， 强调飞行员为中心计划，也就是把复杂战场变成按钮级操作。你不用在高级状态下还摸按钮找开关，该亮的会自己亮，该显示的会自动提示。这种人机工程水平，某种程度上比当时的 F-16 Blank 50还舒服。航电系统更是日本的拿手好戏，不少设计后来反过来影响了 F-16 的后期改进，比如 Blank 60和 F-16V 都偷偷用了东洋智慧。所以说 F-22 的杀手锏从来不是靠变个样子，而是硬生生把 F-16 的每一个系统模块都内卷了一遍。雷达更早，材料更轻，航电更先进，隐形更强，属于外表骗过你，性能甩你几条街的典型代表。这不是照抄 F-16， 这是用 F-16 当起点，往上叠了2层科技大楼。说白了， F-22 不是为了什么都能干而设计的，它是一架为海而生的空中利器。这架战机的最大任务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空优，不是夺制空权，而是打海上的大目标，尤其是那些威胁日本本土安全的水面舰体，甚至是对手的航母上的群。您没听错， F-22 其实就是一架低调的准航母杀手，它的反舰本领主要靠一个字母组合 ASM， 这不是随便凑的代号，而是日本自研的空对舰导弹 Air to Ship Missile 系列。整个系统就像是为 F-22 量身定做的定制家伙。最早是 ASM-1， 后来升级为 ASM-2， 再往后还有正在研发与试验的 ASM-3， 个个都是带着超视距攻击能力的海上主角。ASM-2 这款导弹采用惯性加 GPS 加主动雷达导引组合，飞行速度接近 0.9 马赫，最大射程超过100公里，飞行高度极低，几乎贴海飞行，隐蔽性极强，只要锁定敌舰，你想跑，对不起，来不及。ASM-3 这是日本正在走向超音速的杀手锏，速度达到3马赫以上，使用冲压发动机，具备穿透敌方防空圈的潜力，甚至具备对美制宙斯盾系统形成压力的能力。未来一旦量产， F-22 的杀舰力直接升级成战略级武器。你可以这样理解， F-22 本质上就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空中反舰平台，和传统意义上的空战主力不同，它不是要和你缠斗，它是要从远处甩出一波海上暴击，一打完就闪。而且 F-22 的11个外挂点专门保留了适配大型反舰导弹的能力，不像很多空优战机挂个导弹就气动性能受损。F-22 的主翼加强结构、外挂管理系统全是为了能稳稳挂住这些大块头。再看机载系统， F-22 的雷达不仅能在空中盯目标，还能在海面上精准追踪舰只。这种对海搜索加精准定位功能正是配合 ASM 系列导弹的关键，等于说它不是单兵，而是整个反舰系统的打击核心。这就是 F-22 的设计思路，它不是通用战机，而是战术明确的海战尖刀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日本造这个干嘛？明面上是防卫，但您要知道，岛国最怕的不是地面进攻，而是海上封锁。所以日本宁可能不造多功能大杂烩，也要搞一架哪怕你舰队进毕业，我也能把你打瘸的专精型飞机。而 F-22 就是他们给出的一张答卷。F-22 这架飞机从设计开始就不是走量的，它的定位
从来就不是买得起飞得多的类型，而是那种穿西装的狙击手、戴手套的武术家、挂满金边的特调战机。说直白点，它是日本版的高定战机，每一架都精雕细琢，成本控制从来不是第一优先。先看最关键的数据，每架 F2 的造价接近 1.2 亿美元，什么概念？差不多等于一架 F35 的价格，而且还不是批量订购的那种，而是买不起 F35 却坚持做出比 F35 还贵的那种操作。为啥这么贵？三大因素。第一，日本本土制造比例高， F2 虽然借用了 F16 的骨架，但零件绝大多数要自己造，雷达、航电、副材机翼几乎都是日本自己研发或制造。好处是自主权高，坏处是没办法靠规模降低成本。第二，数量太少，分摊不了成本。原计划量产141架，最后只造了94架，加上4架原型机，总共才98架。想想看，跟上千架 F16、几百架 F35 相比，这量级完全不是一个档次，单位成本能不飙升吗？第三，它是定制化设计的海战专用机，不像 F16 或 F35 那样通用性强、市场广、盟友爱买。F2 就是为了日本那点岛国需求定做的，别人买也不一定合适，出口无望，投资回报为零。再说句狠的，美国当初在参与设计时也留下了不少隐形限制，比如关键系统依然依赖美方授权，某些技术接口不能外售，目的很明确，既不让你 F2 太强，又能保证 F16 外销不被冲击。所以 F2 虽然很强，但也注定成为战略象征而非出口主力，日本能造却卖不出，也造不起，结果就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局面。日本有一款技术先进的定制战机，却不能靠它撑起整个空军骨架。也就是说， F2 不是你能飞多少，而是你愿意飞多少。它就像是军械库里一把价格高昂的匠人级精品刀，该出手时很锋利，但日常训练、维护、升级通通不便宜。那问题就来了，既然 F2 这么贵这么专，那他有没有把这些经验传承下去？当然有。F2 之后，日本没停下脚步，而是开始了更激进、更自主的下一步棋。如果您觉得 F2 只是一个定制失败品，那可能就错过了它在战机谱系中的真正位置。它虽然数量少，但影响力却不小，不仅改变了 F16 的进化路线，也悄悄帮日本铺好了下一场空战的底牌。先从美国说起， F2 的雷达你还记得吧？那个世界上第一个实战部署的 AESA 雷达，它的出现直接逼出了 F16 的进化版。别忘了 F2 在2000年就服役了，当时美军的 F16 还在用机械扫描雷达，直到后来推出的 F16EF Blank 60、F16V 才陆续采用 AESA 雷达，玻璃座舱、改进航电这些配置，是不是很眼熟？没错，这些功能早就在 F2 身上跑过了。你可以说 F2 是 F16 家族的先行者，或者技术验证机。虽然不是美国亲儿子，但干的却是亲儿子没干成的事儿。那回过头看日本自己， F2 的真正价值其实是在技术传承上打了个前站。F2 项目让日本首次大规模涉足战斗机核心系统研发，雷达、复合材料、航电座舱、机体结构，这不是买来的，而是日本真刀真枪做出来的。虽然花了不少冤枉钱，但这些试错经验现在全变成了日本 F3 项目的底料。你可以把 F2 当成日本航空工业的转生点，它不是目标，而是铺路石，是一架给 F3 当了10几年学长的前辈。更妙的是，日本在 F3 计划上完全不想再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了，这一次不再接受什么 F22 和 F35 的融合提案，而是联合英国意图自研第6代战机，在合作中牢牢掌握主导权。换句话说， F2 虽然不能卖、不能量产、不能全球通用，但它教会了日本怎么造出能听自己话的战斗机。这不是失败，这是昂贵但值得的战术练兵。所以咱们说啊， F2 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赚钱或者是拼命出口而造的，它的使命是在美国压力下保留日本航空工业的独立火种，并最终把这团火传到 F3 手上。从外表看， F2 就是一架战斗机，但从战略高度来看，它是一场外交变奏曲的音符，弹奏出来的不只是空优，更是日本在美国同盟夹缝中求生存、争话语权的轨迹。咱们得回到 FSX 计划的那个起点，日本原本想做一架完全自主的新型战机，不是升级也不是拼装，而是从零开始搞一个双发加加翼加双垂尾的新概念平台。结果呢，美国一听脸都绿了，不行，你不能这么玩。美国不是不讲理，
而怕你搞出自己的 F-22，万一日本军工一飞冲天，不就削弱了美方的市场控制力？于是美国全面施压，逼日本放弃全自主，把计划拉回 F-16改进框架。这时候的日本明知道自己手上的技术够不够成熟都还不好说，但已经意识到能不能做是一回事，能不能被允许做是另一回事。F-2的开发过程就像这么一场政治协商表演，日本在技术层面寸土必争，却又必须在台面上对美国保持合作态度。最终出来的成品就是这么一架表面上是 F-16的变种，实则大量自研系统偷偷塞进去的外交混血儿。比如那个世界上首装的 AESA 雷达就是日本硬塞进去的突破。再比如复合材料、航电接口、整合测试，几乎所有能藏自研的地方日本都藏了。你可以说 F-2是个听话的乖学生，也可以说他是个偷偷在考场作弊的优等生。更深层的意义是，他让日本学会了如何在美国强压下依旧搞缝隙、搞技术突破，并建立起独立维护体系。从此之后，日本就不再甘当于只买不造的军事客户，而是逐步转向我听你说但我不全信的技术独立路线。 F-2变成了一个信号，一种在规则之内搞例外的能力。而这种能力现在已经延伸到了 F-3开发、太空军事领域、导弹防御体系乃至电子战布局当中。日本越来越懂得军事技术并非只是装备，而是外交谈判桌上的芯片与底牌。回头看 F-2这架飞机飞得不算多，打仗也没轮上它上前线，但它真正的战场是制度缝隙、规则对抗与战略平衡。它教会了日本，有时候不是要冲破规则，而是要在规则里留下你自己的轨迹。下次您再看到那架 F-2在基地滑行，不妨想想，它背上装的除了导弹、电子战包，还有一个国家几十年对自主权2个字的反复试炼。如果您喜欢这种将技术与政治缝合分析的内容，欢迎点赞订阅，别忘了留言聊聊，您觉得日本 F-3还能继续这么闷声发大财吗？我们评论区继续接力。